刚才有人喊出了我的愿望，现在我想跨级别跟波球来一场挑战赛。他是被人称为拳击领域的小波球，为了能保留泰拳最后一丝体面，于是果断顶替波球出面迎战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邱建良。当然，邱建良并不会去主动欺负一个即将退役的老拳王。35岁的拳击冠军纳荣邦辰在年轻时期很厉害，可谓是叱咤风云，谁来杀谁。虽然年龄大了，但他依然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心思缜密的战术打法。然而邱建良则是第一次跨界来到拳击领域，不知道他在擂台上能不能忍住不伸腿。对此，邱建良是这样说的：所有的训练都是针对于拳击比赛来进行的，这种担心是必要的，但我们会通过一些专业的训练和这个专项训练来改变这些习惯。自从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我到现在没有踢过一腿。咱们话也不多说，因为说再多也没什么用。既然邱建良有勇气跨界来到拳击领域作战，那么邱建良必然有十足的把握取得胜利。只要不伸腿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穿上衣的是被人称为小波球的纳荣邦辰，光膀子的那位是鼎鼎大名的坦克邱建良。这个所谓的波球背景可不简单，按道理来说，波球理应喊他一声师兄。虽然俩人不在一个领域进行发展，但按照俱乐部的规定和泰拳的等级规划，波球喊纳荣邦辰一声师兄一点都不过分。在赛前询问邱建良，邱建良说这样其实反而更不好打，因为选手没人想要连负。对，找了一个时间差，邱建良一直在移动，前次，再一次，但是都没有打到。哦，纳荣邦辰的摇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，对，移动并不多，恰好躲开你的拳。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，这个细节，这个格斗术属于是。所以说，对于两位选手来说呢，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。刚才呢，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成东先生也说到了，纳荣邦辰也得试一下这个六角形的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这比较难吧？这场比赛对邱建良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，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。不仅仅是首次跨界打比赛这么简单，并且其中还有波球在其中掺和。毕竟纳荣邦辰是波球明面上的大师兄，只要邱建良能击败纳荣邦辰，那么就可以证明邱建良有击败波球的条件和实力。真要是输给了纳荣邦辰，邱建良就可以一笑泯恩仇，再也不提及挑战波球的事情。这个一漂亮，纳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，是有点懵。邱建良有机会，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，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，没错，两个人赌了一下重击。对，就是打拳击的话呢，也有优势在。这个4回合的比赛，我觉得对于纳荣邦辰来说，没有太多的这个拳击经验和战术可用。因为回合数比较少。35岁的纳荣邦辰已经在拳击领域作战了20多年，面对眼前这个初入拳击领域的毛头小子，无论是输还是赢，首先要把气势给打出来。毕竟他这次打比赛代替的是波球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纳荣邦辰年龄大了，但这家伙的作战意识很是高超，稳定的步伐、移动加上升位的虚晃，很快就让纳荣邦辰拿到了比赛节奏。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，两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，可能会出腿。对，我刚才也在想说，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，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，就害怕这个，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，这个训练习惯、应激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。对，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，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，规则，这是一训练习惯的问题。没错。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，你也会去推眼镜啊，不自觉的动作。这个也不知道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为了不在擂台上出腿违反比赛规则，邱建良对此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。不过初入拳击赛场的邱建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熟悉环境，导致比赛一开始就被纳荣邦辰猛压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反手之力都没有。唯一能做的就是稳住比赛局势，慢慢渗透纳荣邦辰的作战计划。再加上纳荣邦辰的作战体系很是完善，邱建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纳荣邦辰所有的了解。有点追不上邱建良，所以打他身体，把他定住，然后再去输出。纳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，对，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。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的，前手漂亮，漂亮，一上钩，想要打俯，邱建良躲过去了。纳荣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拳手的这种风格，有重击更在意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邱建良慢慢对那荣邦臣有了一个新的理解。突然发现那荣邦臣只会打前手迎击，无论什么时候对邱建良发起进攻，他都是一副咄咄逼人的状态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邱建良的后手拳已经准备就绪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。只要那荣邦臣稍有不慎暴露出一个致命的防守弱点，那么邱建良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将那荣邦臣打服。而拳法作为格斗术里边最重要也是最需求、最基础的技法呢，其实很难练。对，这个很难练。平勾，漂亮，又2次，那荣邦臣后退了，站不住了，有一些晃。哇，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。对，哎，相对于那荣邦臣，就算到了合理的进攻距离，那荣邦臣的前手迎击拳根本无法阻碍邱建良的后续进攻。无论那荣邦臣出拳还是不出拳，邱建良的后手重拳一定不会缺席。不得不说，那荣邦臣的抗击打能力还是可以的，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依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并且连步伐移动都没有减少，依然在继续猛压邱建良内围做动作。与其说他是在对邱建良发起主动进攻，不如说那荣邦臣是在主动挨打。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，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，并且把状态前压。是，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但是那荣邦臣在巅峰时期，在整个亚洲啊，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。好，上攻没打断了一拳，是。好，现在呢进入到了第3回合，这也是常规4回合比赛里边最重要的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从比赛一开始，那荣邦臣就是主动进攻的一方，一直到第3回合依然是处于主动进攻。表面上看是在发起主动出击，其实那荣邦臣一旦进入邱建良的进攻区域，邱建良便会立刻发起严厉反击，时间不长，显现的不是特别明显。其实那荣邦臣已经是邱建良的囊中之物，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进攻机会而已。由于身体的惯性，邱建良使出了一次违规招式，这次警告并影响不了最终的结果判罚。比赛经验啊，这个来决定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。打的多了，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，他非常晃了，5秒了，5秒了。感觉还没有缓过来，对，没有缓过来，对，强行的在调整，好一些，打活上勾，哇，漂亮，又一次夺，邱建良终于爆发了，连续2次击倒读秒那荣邦臣，这个号称是小波球的泰国男人陷入了困境。邱建良手起刀落，再次击倒那荣邦臣一次，这场比赛以邱建良大获全胜收尾。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继续，好了，击倒。漂亮，3回合，依然是在这个自由搏击熟悉的。这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邱建良在这一次跨界的突破的成功，足以去让很多的质疑声可以熄灭了。没错，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如果是邱建良和波球打一场比赛，大家会支持谁多一点呢？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